如何面對信仰中的疑惑？他是團契裡最積極的新人，連續3個禮拜天沒缺席過，還主動問可不可以幫忙搬椅子、接待、拍照。大家都以為他會很快成為核心同工，直到某天他突然消失了，1周、2周、1個月，他的名字不再出現在群組中。當你主動關心他時，他只丟了一句：我最近在想一些事情，語氣淡淡的，但字裡行間有點距離感。直到某天你在咖啡店偶遇他，他才開口：我不是不想信，只是有些問題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信錯了。你愣住，腦中響起警鈴，怎麼會這樣？不是已經受洗了嗎？不是參加了初信栽培嗎？事實上，他遇到的問題，許多基督徒都曾經歷過，不是信仰錯了，而是我們對質疑這件事常常缺乏準備。我們都會有疑惑時刻，許多人以為有信仰之後就不該再有疑問，仿佛疑惑是對上帝的不忠。但事實是，聖經中許多信心偉人也都曾經懷疑過。你還記得施洗約翰嗎？耶穌親口稱他是婦人所生的最大者，但當他被關在監牢裡，卻派人問耶穌：你是那要來的那一位嗎？還是我們要等別人？再看多馬，耶穌復活後顯現給門徒，但多馬沒在場。他說：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，我總不信。後來耶穌真的為了他再出現，沒有責備，反邀請他伸出你的手，探入我的肋旁。從這些例子，我們看見疑惑不是信心的敵人，而是信心成長的過程。信仰不是關掉腦袋的決定。有些人以為基督徒就是非理性信徒，只會說你要有信心，不要疑惑這種空話。但真實的信仰從來不是關掉理智，逃避問題，而是帶着問題走進更深的關係。想象你正在一段感情裡，突然發現對方有一個你過去不知道的秘密，你會怎麼辦？逃跑、憤怒，還是坐下來面對那個讓你不安的部分？很多人遇到信仰的疑問時，選擇的不是尋找答案，而是默默退出，因為他們害怕自己不夠虔誠，更害怕找不到答案。但事實上，疑惑是一扇通往更真實信仰的大門。最常見的3種疑惑，你中過幾項？1. 如果上帝愛我，為什麼他不幫我？這是最普遍也最切身的問題，尤其在禱告沒成就、遭遇苦難或看到身邊人受苦時。俊華是一個剛受洗的弟兄，他媽媽生病住院，他日日禱告，希望媽媽能痊癒，結果媽媽病情卻一天天惡化，最後還是離世。他痛哭：上帝不是全能的嗎？他不是愛我嗎？那他為什麼不出手？這種疑問的背後，其實是上帝的愛是否等於我要的結果這個問題。上帝的愛從來不是用解決問題的速度來衡量，而是在黑暗中仍然與你同在的承諾。真正的信心是在不明白的時候，仍然願意抓住那位我們曾經經歷過的神。2. 聖經真的可信嗎？會不會只是神話？這種疑問通常來自於資訊爆炸的時代，尤其是年輕信徒接觸到網絡上的懷疑論、進化論、歷史批評等觀點後開始搖動。有位理工科背景的姐妹問我：你真的相信諾亞方舟嗎？全地球只剩1艘船，科學怎麼可能驗證？我告訴她，你不用現在就有所有答案，聖經不是一本用來證明每一個歷史細節的科學教科書。
而是記載人與神相遇的歷史。重要的不是挪亞方舟怎麼可能，而是那場洪水背後神拯救人類的計劃與心意。懷疑不是問題，問題是我們是否願意尋找更深的理解。3. 為什麼基督徒自己也會做壞事？有些人對信仰的疑惑不是來自於教義，而是來自於教會裡的人。我認識一個基督徒，他在公司很會禱告，但下班偷懶耍賴，還說謊推責任。我在教會被小組長傷害，怎麼可能再相信神？這種因人失信的疑惑非常真實，因為我們對屬靈領袖或弟兄姐妹會有應該比較好的期待。但事實是，信耶穌的人不等於完美的人。教會是罪人得醫治的地方，不是完人俱樂部。面對這種疑惑，要再次對焦，我們信的是誰？是耶穌，不是人。我們可以為人的過錯痛心，也該處理錯誤，但不該因此就懷疑神的真實。疑惑是一場屬靈的旅程。有沒有一個人，你曾經誤會他，但後來發現自己錯怪了他，反而關係更深？疑惑很多時候就像這樣的誤會，當我們帶着疑問去對質上帝，我們會驚訝發現，他其實早就在等我們開口。詩篇73篇的亞薩說：我見惡人興旺，心裡就煩惱，直到我進了神的聖所，才明白他們的結局。他的疑惑不是被答案解決的，而是在回到神的同在裡得到釋放。同樣的，我們面對疑惑時，也需要不壓抑，而是誠實面對；不獨自面對，而是尋求同行者；不逃避真理，而是願意更深追問。結語：疑惑不是終點，是邀請。疑惑常常在情緒最低落、最黑暗的時刻來襲，但那不代表你信錯了，而可能是你信得太膚淺了。現在正要進入更深。記住，耶穌從來不怕人問他問題，他從未責備懷疑的多馬，從未拒絕不懂的門徒，從未回避施洗約翰的失望。今天的你也可以像他們一樣，把心裡的疑惑帶到那位真神面前。你會驚訝地發現，他不是你以為的那樣小氣、易怒、難以接近，而是更真實、更寬廣，更願意啟示自己。疑惑不會讓你遠離神，只有不敢誠實的信仰才會讓你停在原地。走進疑惑裡，你會發現那不是信仰崩塌的起點，而是扎根更深的契機。